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5月21号星期三，又是周三合练的日子了。昨天课表记错了，今天是12个400米，12个400米就不会那么顶，就是顶瞬时速度，但是没有太那种就是又有强度又有速度那种顶，就会比像跑5个1000或者跑321或者跑6公里阈值这心态要好一些。现在刚5点14，5点45集合。昨天跑的那10个400，我看有大家还说强度太大，小心受伤。对的，那10个400虽然对我来说强度不大，但是连续这么干，确实是最近有点拼。对，但是今天这个400还是希望努力能干，因为400米的间歇是这样的，400米间歇就是太短，你顶不上去，其实就不会有太明显的效果。那既然练都练了，但是小心受伤，我之前也说过很多次，就是感受自己的身体，感受自己的身体，感受自己的身体就会好。那我们一会儿集合，再热身一会儿，太早了。5点42了，热身了8公里，平均配速4分57，已经特别热了，一下是夏天的感觉啊！水哥现在在那儿洗脸喝水，刚去了卫生间。集合！看小伙伴们已经都来了，我看见大河源先生了。走，今天的12个400米在视频里保留了9组，如果想直接看冲刺，请跳到16分35秒。3分02。刚才第一组休息错了，第一组休息了1分半，应该是1分钟。何秒前。走。到。3分06。到。
3分02。其实3分02看着挺快的，你比方说3分跑400米，3分每一个100米就是0.3分钟，那400米就是1.2分钟，就是60秒再加一个12秒，72秒，这都没有进72秒一圈儿。但是3分02可能就是73秒。行吗？哟，到。3分03。哦，该第8组了，有点累，小伙伴们。第7组3分02，走。到，还是3分02，可以。去喝个水，现在怕自己顶不住，我弄了一包电解质冲剂，一个那个超能瓶还剩那个，自己兑了半壶，喝了半壶了。第2组结束，喝了1次。现在是第8组结束，你看就喝完它。最后4组。行きます。よーい。走。到。
3分02，还到。现在心率还178，能感觉到这个心跳的感觉在后脖梗的这儿会有回音。你看还有15秒，心率降到165，还有10秒，降到了160。喂，什么？有。走，快到，快到。哦，这组好快呀！这组2分57，没感觉。看这个蜜蜂，看，哎，走了。2分57，累了。10个，加油加油！心率回到160以下。有。还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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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3分05，加油，勇敢跑最后一个。就突然不自觉的用了“勇敢”这个词。对。哎。还有20秒，心率还173，勇敢。还有10秒，心率167。行きます。よ。ラスト、走。
小伙伴们猜猜最后一组多少？来自，ありがとう。来自，来自，来自。好好好，あと2。おー、頑張りましょう。頑張れ。ありがとう。哦，小伙伴们看，又有了伴手礼，白桃 cookie 啊 cookie。咱们抓紧看看单圈数据啊。第一个400米72秒67，然后是71秒05，然后74秒29。72秒84 ，73秒39 ，73秒12 ，72秒83 ，72秒62 ，72秒76 ，70秒99。74秒18，哇，最后一个不是69秒，哦，最后一个是67秒，67秒34，太厉害了，67秒34，67秒34，照相去，照相去。刚刚和小伙伴们分开，今天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段时间这几天的速度训练的心得。今天这12个400算是彻底放开跑，因为像昨天大家要集体跑，在之前的训练基本上这个周期开始就是目的就是这个周3冲到顶点，因为今天正好是第3个训练日，明天最后一个，后天休息日，所以周1的开始的计划就是周1周2差不多跑一跑，然后周3把强度顶上来，这样练完你就觉得特别的舒畅。像今天最后一个跑完真的不行了，我很久不这样了，上次这么不行还是那个场地5公里之后的，其实没有这么极限，虽然也是极限，感觉不一样。有很多小伙伴咨询说要不要练练间歇，跑跑400米，因为可能很多都是有操场的条件，或者学生有田径场的条件特别好。然后我就给大家的建议是，就是如果您现在的成绩还不够快，就比方说您刚开始跑间歇，其实看上去400米挺短，可以从短的开始，但是我其实个人认为400米想出效果要求反而是高的。我不知道我说清楚我的意思没有，就看上去400米简单，但是呢对于刚刚接触间歇的小伙伴来说，其实我觉得反倒是1公里的这种效果会更明显，因为1公里这种间歇比较容易能顶到你的极限，相对于400米。400米的感觉是想累就可以累，想不累就可以不累。这不知道能不能大家能不能知道我说那种感觉，就是像我刚才跑中间那几组73秒72秒那几组，其实你说多少钱顶一顶，到最后是可以再加速的了。但是就像我刚才过程中我印象中我说了，就是心理上可能加不上速了，或者是有的时候不是说你能加速诚心不加，而是其实你没有过那个加速的感觉，你就想不到你还能快。所以很多小伙伴们跑400米，他可能就是跑了一个400米，强度不够大。强度不够大呢，你不管是跑8个、10个还是12个，到最后累归累，但是好像就跑了一个比阈值快一点的4公里或者4.8公里这种训练。我个人不成熟的理解是400米这种训练更要把速度顶到巅峰。你现在问我刚才那个训练我满意吗？我可能只有最后一组很满意，我中间有2、3组到最后其实还能顶，我大概放了2秒，就体感就是放了2秒。而这个体感跑得少的小伙伴不一定感受得到，我也不能说我是那个感受最全面的，在我前面的大神们
肯定比我这感受更全面。人家可能每一个400米67秒、68秒都是我现在的极限，跑12个、跑14个。所以我就说，就跟那天说亚索800，我觉得亚索800作为训练来说强度太低了，作为评估来说呢，适应的面就涵盖的人群又太窄了，所以我也不推荐。那亚索800的情况就是，你看中间间隔太长，然后800米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你中间又不休息，又顶不上去，所以意义不大。真心感觉400米这也是，像我们第一组休息错了，第一组休息了1分半，那就感觉起跑的时候已经没感觉了。我觉得800米就对我现在的水平来说，可能极限一点的话是休息50秒，像我们休息1分钟就很合适。我起跑的时候可能心率在159、160，要冲到最后可能是180多，就很合适。像间歇这种，小伙伴问是不是间歇稍微加长10秒，然后每一组再往上顶一顶。其实我的观点是，这种短距离间歇，多那10秒少那10秒，对你下一组的就是能顶到什么不起决定作用。但是我仍然持我的观点，就是间歇跑在你能力范围内，间歇的短一些效果会好一些。当然不是说让你追求每次，然后这次1分半，下次1分20，最后恨不得10秒，那也不现实。10秒它就不是间歇的意义了，间歇就是让你身体恢复了，但是还没完全恢复，往上顶，一组一组往上顶。这种400米训练的是高速下的跑动感觉，或者用个高雅点的词儿叫什么？跑动的经济性。我其实不太爱说经济性，我就是跑动的感觉。就是你至少有那个跑得快的感觉，你才能真的有能力的时候能跑得快。我刚开始跟大家合练的时候，我记得瞬时配速跑到3分15，我觉得身体在晃了。可是我真的不认为我那个时候和现在比，我的身体硬件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也不认为说我就腿更有劲儿了，或者核心更有劲儿了，我真的不这么认为。5月21号清晨7点08了。刚才说一半没电了，今儿带2相机全都录没电了，因为还拍了一些竖屏的素材。接着简单说完，就是间歇跑其实关键在于，我个人认为啊，关键在于要顶上去。因为如果顶不上去的话，其实我回忆我之前刚开始跑间歇那1年2年，我大多数时候其实跑的不是间歇，而是仅仅可能比我当时的乳酸阈值快几秒，最多10几秒，就是没有顶到那个极限。但是其实当时的体感是我顶到极限了。我相信屏幕前刚开始跑间歇的小伙伴可能也是这样，觉得啊，我这好顶啊，我这每一组都拼尽全力，都跟冲刺一样。但是呢，现在再回看那个时候，好像不是。但是我也承认，这都是必经的过程，不可能一步就到说能顶到特别高的程度。我现在看有的大神发的节目，他们跑间歇，我觉得我自认为我也没有顶到那个程度，就没有顶到我的那个程度。真心话。所以话说回来，我觉得我刚才说的不全对，我觉得该跑还是要跑，这些东西都是在实践中和跑动中找到的经验和感觉，而不是在那儿等，然后就有了，然后再去跑。对，不管是轻松跑、有氧跑、长距离跑、间歇跑、变速跑，都是，我觉得还是先跑起来是对的。对，我刚才的观点有问题。行吧，那就这么着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